还帮大家推荐这一款今天要拍的影片是蓝日峡湾。蓝日峡湾，我很喜欢这一支。这个是文艺复兴系列的。对对对，它是去年的，但今年是有再出了4支新的味道。那这支的话，它虽然是去年出的，但是因为它今年有改包装，新的包装变四方形的。那我觉得味道有跟刚出的时候稍稍不一样，所以再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因为之前我们也没拍过这支啊，所以我就先把这支拿来拍。好，那你上一代的你有闻过吧？对不对？上一代闻过，对。还有印象吗？有，还是有印象。好，所以这上一代我闻过之后，我个人没有到超级喜欢，我觉得它前面的薄荷那个味道稍微强了一点，然后我觉得比较偏男生用一点。但它这一支有看，我觉得真的是香水就是看个人喜欢，有人很喜欢它前面的那个薄荷的那个味道，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现在变淡了，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它的中后调我觉得变强了，对，它中后调的表现我觉得比它前面的更显香一点。是，那我比较喜欢它新的这个的香气表现。好，那因为这2支我都没闻过，所以我来表达应该是最没有掺杂其他，对，也不用做比较，这样就是这个味道你喜不喜欢？来，蓝日峡湾。这一支的后味你会非常，我觉得你会非常喜欢。乌木啊，是吧？带一点凉感的乌木，但是这个凉感又不是真的很凉的。它是薄荷，而且它是写辣薄荷，前面是比较辛香啊，辛香感，因为它前面有肉桂啊，是丁香，对吧？豆蔻、丁香这一类的，就是比较辛香的，然后粉红胡椒是跟这个薄荷，有它仔细闻，其实那个薄荷的香气还是蛮明显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凉感就是没有前面之前的那么重，没有那么的薄荷感那么强的。对。然后反而是它的那个中后调的乳香，我觉得它的乳香在一开始就蛮明显的。是，对，乳香确实一开始就带出来了。对啊，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后面的乳香现在一开始就很明显，就很喜欢。它这个，我觉得它有做出2道不同的层次，在视觉的感官上面，它很像2个不同的平行线。既然它会叫峡湾，那就表示天空是蓝的，峡湾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颜色的峡谷的那种画面，对不对？它这个是在讲阿曼半岛，它的那个有一个海湾的那种，就是在夕阳，它已经快到夕阳日落那个时候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刚刚讲到说，它有2个层次，它的确有2个层次。一开始是带一种，就是好像那种雨水打过后，海水打过后的那种海边，它有那种清爽感、清凉感。然后它开始要入夜之后，它的那种就是夕阳带出来的时候，它的中后调其实会带给你这种乳香啊的那种带一点点粉红色的夕阳的那种感觉。就是它这支的感觉，我觉得没有完全像它的瓶子那么的冷蓝，对，它的一开始的味道我觉得是，但是它的中后调又比较偏向那个，它有另外一支粉红色的那一支，的感觉。OK，那我觉得它这个瓶身设计有点像，你看这种悬崖峭壁的这种峡湾有没有？对，它会有一种。然后渐层感，水很深，人家说这个水很深，他说那你怎么看出水很深？因为光水呢就有2段不同颜色，就是大概是类似这个要表达的意境了。那为什么说现在有2个主轴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辛香料，其实它用的是蛮多的。对，辛香加薄荷，那更凸显了上层这一块这个色系的。如果就照片的视觉画面，我觉得就是在峡谷看到的蓝色的天，对不对？那另外一段比较快要进入夕阳余晖，看
可能有点背光了啦，画面就是有点背光了。那这个峡谷有点阴暗，然后进入深邃的画面，这样。这2段走的很特别，很有特色。对，而且我觉得它现在除了刚刚讲说薄荷跟新香感的感觉，它的乳香还有加广藿，因为广藿你说会有带一点大地土壤感，跟它的那种岩石感都有一些掺杂进来，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写实的感觉。是不是？有，那甚至现在开始慢慢的进入有一点大地的味道了，有一点土壤。因为峡谷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大地色系，对不对？比较土黄色、深咖啡色，或者是带点红红的，对不对？对。如果你有去看过大峡谷的话，你大概知道我在描述那个颜色。那现在这一个有一点，因为日落就在你面前，在这个峡湾，所以它是有点逆光的。你可以看到出峡湾的景色、颜色是层次的分别啦。好，那这一支目前前调，你会觉得它是用在白天还是午后还是晚上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这一支的，它其实应该是说它整体的味道是蛮实传的味道，虽然说它的用料都很浓郁。就是它一开始就很显香，它的那个薄荷的香气啊，比如说乳香啊，还有它的像新香感的，还有广藿这几个味道，这几个主角都还蛮明显的。那是因为它的中后调大概3-4个小时后的味道又很贴肤，就是带龙涎香那一种，是很好闻的味道。OK， 我觉得它这支对我来说，我会整天都可以去穿它。对，它不是太限时间。对，因为如果应该说你喜欢这个味道的人，就是整天穿它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它又不是那种很重的乌木的那一种香气，你会觉得说好像白天不适合，不会，它白天也是很适合。OK，那随着你边说，我本来觉得它是2道不同的层次，但是这个不同的层次现在却慢慢的结合在一起了。你可以闻得到土壤感，上面又带了一点药感。它有没药吗？有没药吗？或者是藏红花？是没有说啦，但后面还有皮革劳丹脂、香根草。香根草。那再带一些辛香，然后再盖一些薄荷上去，它的底是这样子打出来，越来越融合在一起。那如果就我今天第一次闻目前的前调，我会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大概下午4点之后再用的。那你要知道，欧洲人其实他们的夏天大概都晚上8点才开始日落，所以他们。人家说，我们常常经过他们的餐馆，因为台湾人都6点就吃饭了嘛，对不对？经过他餐馆，说这间生意还能做吗？怎么都没人？就不是，其实他们晚上8点还没开始，才开始天黑，才开始吃饭。好，所以从下午4点一路到晚上12点入夜之后，都是他们最热闹的时间。可以，如果你的香水使用时间是在傍晚到深夜的话，这支就刚好符合它的那个香调的走法。对，我觉得它后调也非常适合深夜入夜后的感觉。因为它入夜进入了你说的性感的调就对了，性感贴肤了。OK， 好，那还有没有帮我们前调做一些补充的地方呢？前面我觉得它这支很好闻的是，我开始觉得它的。我再讲一下它跟之前那一支的比较，因为它前面的那个薄荷还有加凉感的那个感觉，以前那一支会让我比较觉得它偏向男生，很像就是比较畅销香的那种男生的味道。但它这一支它好像，我觉得它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有调整，不太确定，因为但是闻起来是不太一样。对，那有些人也有反映说，他觉得就是之前的版本薄荷味比较重一点点。对，可能也是因为每一年它的那个
采收的会有一点稍微不同，是，对。但它这一支，我要强调它的中后的这个乳香的部分，我觉得味道有变强。OK， 对，更加强了，对。所以你之前如果有收过这支的人，新的你也可以再来闻闻看。那如果前一代跟新的这一代，你个人比较 prefer 哪一个呢？我比较喜欢这支。因为后调才是留最久的嘛，对。好 ，OK， 那我们前调先留到这边。回头再来慢慢感受一下，是不是林心丽所说的入夜的时候会越来越凸显它的特色回头见。可能要3个小时后哦。好，3个小时之后下班之后再回来啦。拜拜。蓝日峡湾后调，对，这一支很强，它的扩散性超强，对，直接评分了啦，扩散性10分，10分，我真的觉得很超过。为什么？因为我们室内空间那么多，算是容易闻到了嘛，对不对？那我刚刚去室外一下，我在室外我都闻到，对，我就闻到它这个味道，对啊，所以这个直接可以给它扩散性。真的，欧墨菊真的是很厉害。有时候我们就是像我这一支也是试了很多支，然后它的扩散性就是最突出的，对，最抢眼。对，你会一直闻到它的味道。那如果你要买一支香水 CP 值很高，我就是这个，对，最好是喷一下，然后留香一整天。对啊，我们自己都有带了这一支。OK， 对，好嘞。蓝日峡湾后调目前在你身上怎么走？超好闻。说实在，它还没有完全走到后调，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它的后调超级好闻。然后它现在中调的部分呢，我们刚开始喷的时候，我说它的那个薄荷啊，然后辛香感跟这个中调的乳香，还有带一些的花香玫瑰的部分，前面就蛮明显，但是它从半小时左右，我觉得它的味道越来越强烈，就是有加强，有一直加强。对。然后因为要拍影片嘛，所以会一直的不断的去闻，回头再去一直去闻它。可能我们刚喷的时候10分，然后20分、30分，对，我们都会再去每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我们都会先去品尝一下。对。那我觉得它的味道，应该是说它除了薄荷之外，其他的香气我觉得都很明显，尤其是可能半小时开始之后，它的味道反而怎么越来越强烈这样子，对，然后中后一样，一直不断的蹦，对，然后中后也一直输出越来越多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超棒的。那我知道乳香在阿曼王国里面是它的 signature 了哈，是它的招牌菜，对，也是欧墨菊他们家的招牌，所以我觉得后调70%到75%，你会闻到它的招牌菜就是这个乳香压阵，那。刚刚林心丽讲到的辛香啦，带一点空透感的这种水雾薄透感，那搭配着蛮强烈的乳香，又给它修饰一点点，但是整体来说，你还是闻得到它满满的诚意，就是他把它国度里面最好的端出来。对，它除了刚你讲的这种清透感之外，它把这种就是海边它用广藿啊、香根草这些，也把它的那种。岩石大地的感觉有把它加进来，然后再加你说刚那个乳香的部分，它又不会那么的锐利，就是把整个味道就是又融合的非常的棒。是 ，OK。那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一支的原因？我觉得它就是前中后的变化都非常明显。我们刚前面嘛，然后中它又一直加强，它不是变弱变强，然后变强之后，待会它开始慢慢的又趋缓之后，它的后调的那种。它它里面是写琥珀的算是也是龙涎香米的一种，它就是麝香，算是贴肤的那种龙涎香米的后调，你会一直闻到，然后它的那个持香就更久这样子。对，虽然说它可能中调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弱，但是后调的这个贴肤感的龙涎香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好闻是，目前可能还没有闻到，对，一点点，目前一点点。目前其实因为这一支叫做蓝日峡湾那但是这个后调，我是比较没有感觉到峡湾的色彩了，它可能已经
已经天黑了，入夜了。好，入夜之后，你会闻到这个城市在海边城市的味道。好，大家可以看，因为这个乳香带一点深沉，带一点平静、安静，对不对？暗下来了，对，一切今天的活动都慢慢的降温停下来了。对，那去于一个给人家心灵比较安定的这种味道。对，我觉得它已经走到后面，就是你说的已经暗下来的地方。那我刚刚讲到说，你说有一点那种夕阳的微微的那种暗粉红的那种色彩，而那个大概几分钟就过去了，这样子。对，现在就入夜了，你可以看到一些灯光，不管是海面渔船上微微的灯光，对，还是你在渔船上回头看这一座海岸边的城市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会取得一种内心的平静跟心灵的富裕了，心情上的富裕了，因为它的用料是蛮丰厚的。对。OK。好，来，那这一支持香你会给它1到10分几分？持香也是10分。10分，扩散性呢？10分还是10分？总分一定是10分，也是10分。对，OK，都很好闻。好，那林心各方面表现都很赞，30分了哦。对，那这一支持香10分，对我来说扩香10分，那对我来说总体分数我会给它，就我没有那么的特别偏好这味道了。我会给他9分。好，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对，比起，但我觉得你还没闻到后面。对，好，那我会，如果后调觉得不错，我再用文字还他一个公道。OK， 好。那因为我们不会再回来拍它的完整的后调说明。所以我会用文字来做补充说明。如果有的话，那如果你看到我没写的话，那你就知道我意思了，对不对？好不好？就不要勉强我了。对，我喜欢的我一定写。对。那我觉得还好的就 ，sorry，OK。好，非常谢谢今天你的收看。这一支介绍是林心丽给予30分的蓝日峡湾。那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只有你自己听了我们说的，试在自己身上，你才会知道各中的巧妙。下一次见，拜拜。拜拜。